前一段时间啊，电动车评论太多，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，咱们就给大家陆续带来几款燃油车的评价。这也是许多小伙伴们呼声很高的，对吧？都说你评评老车吧，评评传统燃油车没问题啊。这期呢，就给大家评一下，最新改款的凯迪拉克 XT5这款车。目前行业的现状是什么？就是即便在当下啊，其实也仍然有大概接近一半的用户选择购买传统燃油车。第一点，第二点就是，反正目前从国家这种发展趋势角度来讲吧，目前也是希望电动和至少内燃机，反正多条线技术并举。第二点，第三点呢，就是我也了解到，在许多这些可能，别管说是地形啊、气候条件啊，相对比较恶劣地区，其实那种环境之下，电动车它能够带来的一些收益其实反而比较低，因此传统燃油车还是比较受欢迎的。不信大家可以去那些地方看一看，对吧？相对来讲呢，就是蓝牌车现在还是路上的绝对主流，包括比如说你要是有比如寒冷冬季啊，或者一些恶劣地形用车的经历，可能呢你都能够去印证这种观点。仍然还有很多的用户选择燃油车，对不对？那目前市场当中燃油车呢，至少啊在最近这半年多的时间吧，凯迪拉克 ST5呢，它呢反而算是一个改款型，也是推向市场，指导价呢比之前呢是要低了不少啊。所以呢，咱们就以这个新的指导价来去评价这款车。先跟大家说一个比较对不起的事儿啊，就是这两天因为赛道档期的问题，所以我实在是在有限时间之内没有办法去测试它的加速、刹车、极限性能了，这一点确实是抱歉，档期排不开了。所以咱们今天就只能从这个主观的体验上面去入手，包括能耗这方面是可以测试的。那咱们呢就先从这个动力组成开始说起啊，经典的2T9 2.0T 的内燃机匹配一台通用的横置9速的自动变速箱。那先说油耗吧，它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下啊，北京入春以后，我们测出来，反正城市的高速基本上都是8升多，大概这种水平。说实话，反而对于这种体量、这种尺寸的车型来说，我觉得还行啊。特别是如果你要是在那种非城市工况的话，比如说你去跑高速啊、国道这种环境之下，其实传统燃油车搭载这种高效内燃机，其实相对来讲仍然还是具有一定优势和竞争力的。除了说是在能耗层面以外，再说一说日常啊。日常的话，总体来讲，我觉得平顺性可以给到90分，就是在这个加速，然后均匀匀速啊，或者接近准匀加速的这种过程当中，整体来讲，发动机和变速箱匹配还是特别的顺滑，而且平顺的。唯独就是有一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是轻踩刹车、轻减速情况之下，你能够感觉到啊，它在每次降档的时候，会对于车身有一定轻微的拉扯拖拽感，只有这一点。包括比如这辆车，它的这个内燃机的这种自动启停的过程也是平顺，而且是迅速的。再有就是说，中途加速吧，还是啊，你不能跟电动车相比，但至少就在燃油车型当中吧，反正目前当你油门踩下去之后的话，它无论说降档的过程，加上说变速箱的这种换挡单元咬合，以及说内燃机动力释放，相对来讲，我觉得还是比较迅猛的。所以你如果不是那种开车特别急躁的人，就追求比较舒缓这样驾驶的话，那么这辆凯迪拉克 XT5，我觉得它的驾驶性表现应该是能符合你预期的。极限动力虽然没有测啊，但反正我也是，反正就在路上面简单这么加速啊、超过车啊等等之类的，还是那点。就以目前国内的这种交通环境，对吧？路上说实话，99%的人，我觉得路上，咱别说龟速驾驶，反正都是慢悠悠开。所以说，这样动力水平，什么超过车什么的，真的绰绰有余。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讲，动力储备没问题。再往下呢，说是操稳层面，相对来讲，就是底盘的滤震，我觉得作为一个豪华车，目前你要知道它的指导价已经降到20多万啊，这个价位豪华车来讲，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啊。相对来讲的话，它是说前桥上坎会稍微有点颤动，比较软。后桥呢是一下，但是略微有点偏硬。只不过呢，整体的这种滤震过程，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它是有一定隔绝感的，不是那种硬碰硬的感觉。在风噪、路噪、环境音的隔绝上吧，这个轮胎稍微的在北京某些道路上面有点挑沥青，稍微的胎噪音色有点尖，但总体来说响度控制我觉得还行，风噪也不错。包括内燃机本身的这种说是运转的安静程度、震动，包括变速箱的换挡过程，这些我觉得 NVH 处理都还是挺好的。
再往下转向手感，从低速到高速回升力矩随时增益呢，它是有的，但只不过呢，它是大概可能分成了3段。第一段能明显感觉到，就是从停到车动起来这一段，你会觉得增益是比较明显的。然后在比较低的速度之下，它就去建立一个比较中等阻尼。这不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转向手感方式啊，但是也是目前行业当中比较主流的一些豪华车厂家所采用方式。我发现一般很多豪华车厂家，他都故意喜欢把这个转向，尤其是中低速做出一些阻尼来，可能是为了营造所谓的这种稳重感。然后呢，当你速度到了80以后的话，它又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增益的一个加重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高速行驶的话，它是可以给你建立比较明显这种行驶的中心感和稳定感的。动态就说这么多啊，反正就是中规中矩。再往下呢，说一说静态。静态反正进入到车内之后，也是比较传统经典这种美式的布局氛围，是吧？也是反正两极分化。如果你要是说现在特别喜欢追新潮，什么大屏啊、无按钮化这种风格的人，肯定不是你的菜。可能就相对比较适合哪些人，就是那种可能习惯比较保守传统这些人，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实体按键，别管是空调或者说是一些基础的按键等等之类的。所以你如果要是有这种比较延续性这种认知和用车习惯的话，可能反而你会非常喜欢它车内当前这种说就是风格。基本上一些日常的按钮，反正对吧？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感式的盲操，啪啪一键就触到了，大概就是这样的风格。配置呢还是比较高的，当然咱们今天这个是一个高配版啊，不过总体来讲就是反正不到30万，20多万的价格也是可以买到一个比较高的配置了。包括座椅的调节，什么通风加热按摩乱七八糟也是一应俱全啊。包括后排也是，就是这个车它座椅本身坐垫这种说厚度、包裹感、柔软度还是比较好的。前排后排都是如此。后排的话呢，相对来讲我的坐垫有点偏平了，就是你作为一个燃油车，其实地板比较低，如果你要是说这个吸点再高一点的话，可以更进一步去放大你的优势。但是因为说它可能这个说是坐垫比较薄，所以就会导致什么？如果你要是说腿很长的话，可能你会觉得稍微有点兜不住，而且这样反而容易让你的小腿前伸显得好像纵向空间比较不足似的。大概就是这样，对于我来说是 OK 的啊，二排。行，反正到目前为止吧，基本上 XT5这辆车所有的细节产品里就说这么多哈。怎么看待当前它市场竞争环境呢？确实就是，不要跟这些新式这些所谓什么电动车啊这些智能化新车去比，完全是两个不同于用户人群。如果你要是在至今仍然想买传统燃油合资的这些豪华品牌当中的话，大家可以想想目前还剩什么车型。比如说呢，除了传统的 BBA 对吧？比如说是奔驰的 GLC、宝马的 X3 最新刚刚换代。然后呢，当然定价仍然是非常非常高的啊，包括比如说奥迪 Q5，奥迪 Q5好像是没有换代，然后雷克萨斯现在基本上已经落伍了，英菲尼迪都几乎约等于退市了。所以目前反正凯迪拉克的话，它仍然还是在持续的更新产品，也算是目前在传统燃油这个市场当中吧，反正为数不多的，我觉得给予用户这样的一个。也算是说逐渐的去追上优化性价比这样的一个产物。虽然可能你会觉得这一次改款也许它带来这些特别大新意并不多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第一点是配置，第二是说什么价格还往下降了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到底说在这个级别选择什么样车型，是买 BBA 呢，还是买它呢？我觉得大家可以说根据当前的预算，根据实际价格以及说是自己的驾驶感受来去决定。确实就是最近也是挺火的，就关于它和新的 X3，因为这两辆车推出都是比较新嘛，对吧？确实目前行业当中有一些对比。反正整体看起来，就 X3那个车的话，我也开了，相对来说虽然更炫一点，但是的话，指导价确实比它总体高了10万。所以说，是否还要再花这10万，可能去买一个同等的场景啊、定位，然后更贵的车等等，这一切或者怎么选，反正还是推荐大家实际自己去试，买根据自己喜欢的车型就好了。